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我脾气暴躁哦，遇到这样的事情谁也忍受不了哈。到了，前面还有22个人要排队哦。晚上抽完地气水就喝这个，忘记拿吸管了。我们现在回到家里了，今天去医院真的是把我们累得够呛的了。怂大一回到家里，直接躺沙发上睡着了。我们现在午餐还没吃，他睡着了，我现在也不好叫他起床去吃饭，让他睡饱了，醒了之后我们再去吃饭吧。我们今天是6点半起床，7点钟出门，7点40分到医院，然后8点钟那个2楼抽血开始上班。我去排号的时候，前面已经有38个人了，我是排到第38个，等了大概20分钟吧，轮到我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护士说我没有开单。我当时真的是一脸懵逼了，抽血呢至少要2个半小时，在这2个半小时内我不能喝水，不能吃任何的东西。医生明确规定，就是前一天晚上10点钟之后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直到第2天我把这个糖耐全部抽完血做完之后才能吃东西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去的特别早，就本来计划是在10点到10点半内可以把这个抽血检查全部完成了嘛，然后就吃早餐的。结果呢，去到那里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真的是把我气死了。这个医生，我是7月3号当时去做那个3D B 超，结果看了医生，当时医生就给我预约了这个糖耐，让我去做这个检查了。他当时就是说给我开了一些单，说什么都开好给我了，下次让我来的话直接去那里抽血就好了。结果去到那里，人家一看啥都没开，然后我又去3楼。去3楼呢，当时已经8点10多分了，正常医院是8点上班的，今天是周6。去到那里呢，大部分的这些门诊科室没有上班，只有排班1到2个科室是正常上班的。问题是已经接近9点钟了，那个科室的主任都还没来，他居然还迟到了，然后安排了一个叫助理在那里守着，把东西递交在那里，然后就让我们在那等。因为当时我这个做糖耐还是蛮着急的，开完单之后还要去缴费，缴完费呢还要去抽血科室还要排队，这样子下来花前后要半个小时。如果说9点半之前这个糖耐的我还没抽地气血，那么后面的就没法做了，因为后面的2次血呢是每隔一次要隔1个小时，那正常呢要在10点半之前要把这个抽完了，所以9点半的话还没完成第1次抽血，那我这个任务就完不成。当时去到产科3楼我就很着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只是来挂一个号，你给我开个单。因为是之前的医生的失误，他没有给我开那个验那个血糖的那个单，他其他的单给我开了，是他漏给我开了，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医生基本的不能出现的错误，他竟然做了。当时抽血的有一个护士跟我说今天出现了第3个情况，包括我在内是第3，就意思是说在我前面还有2位小姐姐也是没有给开这个单的。你想一下，这么大个医生，就因为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单失误，导致我们这些来看病的人做检查的人要耽误多少时间，是吧？我们去跑一趟还要去排各种队。好，我说明了情况，我说你只是要给我开个单就行了，那个医生坚决不给我开，他就让我等。我真的好无语。好，等没关系，等到9点钟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已经到了，他还让我等。然后呢，我就已经没有脾气了，我就说话的语气有点冲了。然后当时那个医生他也很紧张，我说我就是开个单，你为什么让我等？我现在做糖耐，我等不了了，我没吃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吃。到后面的话还要空腹抽血抽3次，你现在还不赶快给我开个单，我下去还要排队什么的。后来呢，
就被我说了几句之后，他又很紧张，然后就给我开了。开完之后呢，我就说，他就叫我下去缴费。当我下去缴费的时候，今天医院又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社保系统正在升级，一大堆人在排队。正常来说，就周一到周五医院的每一层楼都会有个收费处的。今天呢，周六他只开了1楼的那个收费处，其他的楼层都没开。那就说我们这些收费的人都集中在1楼了，那这样排队就很多人。其中那些今天来看病的那些一大堆人，走那个医保、社保报销的都没办法去交费，很多人都在那里等。有其中我前面那些大爷大妈，个个都发脾气，哎，我都看不下去了。说周六周末，我觉得这些所谓的事业单位还有国家这些为人们服务的单位一定要去上班，不可以那个轮休。我们这些作为普通老百姓，难得星期星天是不用上班的，那肯定去会看病啊，办什么事会比较多。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这些所谓的单位要休息呢？导致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很浪费时间，耽误了很多事，等了好久。然后结果我就说，我就不想走那个社保了，因为我这个真的很着急要去做检查，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就说自费，我那个要100多块钱。如果说是走社的话，就不用交钱，这个是生育保险里面的。我说熊大，等不了了，自费吧，自己掏钱认栽吧。结果去到那里要自费的时候，那个收钱的那个小姐姐说，我们单都没有。我说医生就这么叫我们下来缴费的，他也没给我说开什么单。你看又出现这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好，我们都懵了。然后我直接叫唢呐，所以我说你上去吧，找那个刚才那个医生把他骂一顿。你说连一个让我缴费的单你都没给我开，让我缴什么费？这个情况，你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主任医师呢，你这样的错误都能做得出来，还做什么医师呢？一点点的小误，要是你真的随便给我开错个药怎么搞？我就现在这医生，哎，我真的一言难尽。这是我真的很想去投诉的。像我每挂一个医生，我感觉都不满意。但是呢，像他们出现的问题，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办法去哪里去投诉。像他们出现的错误啊，我们向谁投诉没有投诉，那对他来说又没有任何损失，也不用去担任何责任。错了也是那样，做错了对他也没影响，他每个月的工资照收，那个提成照收。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犯错成本太低了。整件事情搞下来，忙前忙后，从1楼、2楼、3楼跑了3个地方，前后跑下来，跑了2个多小时。因为每搞一个又要去等，后面是已经到9点半了，我已经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喝了水，因为今天是空腹的，连水都不能喝的。唢呐上去把单开下来的时候，我说做不了了，不能再做了，我已经喝水了。当时我已经没有脾气，我直接想砸东西了。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我脾气暴躁哦，遇到这样的事情谁也忍受不了哈。后来我就说，你重新上去再让医生开个那个葡萄糖水吧，就是绿色那个杯子。因为当时已经到我抽血的时候嘞，我那个熊大呢就已经帮我备好了那个葡萄糖水的啦，本来就准备喝的啦，后来才发现没有给我开单了。后来他又上去给我开了这个是13.4块，这是今天开的。那今天冲的那个呢就不要了。唉，唢呐不敢吭声。要是我后面去上3楼找那个产科医生，我真的是直接开骂了。我前面已经有2次发了很大的火，因为今天是周六，也不是有很多人过来看，有3、4个吧，就他们就做事情就是那种事不关己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份职业，你该对得起你的职业。你每个月都是领工资的，我们是缴费的，我是给了你钱了，你当然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嘛。现在我回想起来，真的一肚子气，主要是让我们去跑了一趟多累啊。今天的这个单已经开好了，葡萄糖也弄好了。然后明天那个抽血那个科室我们也去确认了，明天是正常8点钟开始抽血的上班，所以明天我跟熊大又重新得去跑一趟，希望明天不要再出现任何错误了，真的是伤不起也跑不起，太累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医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广山医院，不是说目前在我产检里面的话，我已经换了2个医师了。第一个医师呢，他就是给我乱开单，而且我问很多问题，他都是很不耐烦的那种回答。他一句话，就他开一个东西给我，我就想了解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然后他就是那种，你爱做不做你继续承担责任，他是用这种口吻对你说的。然后就搞得我好像我缴钱，我不应该去了解这个东西一样，就他意思说我开个单给你，你拿着去做，像个机器人一样，去按部就班完成就可以了。那我要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是吧？是最起码的要去了解它吧。然后人家是那种给你个白眼，第一次那个医师，后来呢我就没有挂他的了。然后现在这2次呢，就是换了另外一个医师。我觉得现在的人啊，都脱离了这个他的对职业的一个负责任态度了。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牟利，为了这个钱而去做一件事，而不是为了你这个职业啊一个责任去做一件事的。真的只是开了单，缴吧，去缴费吧，完事了，没有然后了。现在我对这些医院越来越失望了。我终于明白，现在网上很多人就说，不要太过于相信医生说的话，他们是这么说的。现在看得比较通透的人，小病可以治，大病千万不要治，他们是这么想的。其实我也现在挺理解这句话的。小病小痛的话，你还可以吃点药，可以治疗一下。如果是那什么癌症的之类，那些很难治疗那些病啊，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去治疗，不用去掏空一家人所有的积蓄，不用去掏空你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拿去吃好喝好玩好。因为最终呢，你得了这些大病呢，医院是根本就没办法帮你治疗好的，他只不过是忽悠你，说有60%、70%、80%这个成功率可以把你治好，到最后呢，你最多可能就，寿命长了半年，但是呢，你在治疗期间呢，可能真的是很难受的，就是那种病痛折磨的难受。想通透了，以后我也是这么干，就小病治，大病一概不治了。今天休息好了，明天还得继续跑一趟医院去抽血。好了，今天影片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